今天随着曼城战平埃弗顿，阿森纳英超夺冠概率已经高达90%以上了。不过今天的节目，咱们首先预测一下明天阿森纳打马竞怎么打。现在这一场欧冠半决赛首回合是在马德里战成1-1，两个都是点球。但现在欧冠已经取消了客场进球的规则，所以明晚在阿森纳主场酋长球场这一场较量实际上就是一战定生死。老 K 也首先亮明自己的观点呀，还是看好阿森纳晋级，可能也就赢1个球2个球吧。但目前阿森纳方面队长厄德高是有轻伤，能不能首发还存在疑问。如果他不上，那么埃泽很可能会出现在进攻中场位置，这倒不一定是坏事。第二的一方面就是泽凯赖什，上一轮联赛泽凯赖什表现突出，而在第一轮对马竞的半决赛首回合他是错失了一些机会，所以回到主场终结能力如何，这会决定阿森纳能否在20年后重返欧冠赛场。第三的一个关键，阿森纳咱们就要看攻防转换的核心大米先生赖斯，在首回合他是有12次的穿透性传球。那么反观西蒙尼马竞这边，上周末的西甲主帅西蒙尼是大幅轮休，保证全员到时候都能100%体能出战第二回合。第二点，骑兵主要就是看卢克曼，卢克曼是反击中马竞的关键角色，如何利用卢克曼的速度冲击阿森纳相对压得比较靠上的防线，这是一个看点。另外马竞第三的一点就是他们过去7次欧战半决赛晋级了6次，所以在这种半决赛回合呀，西蒙尼和马德里竞技一向是有一种铁血基因。马竞球迷、西班牙的球迷也不要怕，这两个队谁赢谁最后都不会太意外。所以我估计阿森纳这边的阵型，门将依然是拉亚，后防线可能还会用本怀特和因卡皮耶分居两侧，中间萨里巴、加布里埃尔，中场呢赖斯、苏比门迪、厄德高如果不上就用埃泽，锋线上中间泽凯赖什，左边马丁内利，右边用萨卡。而马德里竞技这边可能打个5-3-2，后防线莫利纳、勒诺尔芒、西门尼斯、汉茨科、卢格里，锋线上格列兹曼、阿尔瓦雷斯。阿森纳这边阿尔特塔赛前是说廷贝尔会缺战，但哈弗茨和厄德高都可以出战。但由于上轮联赛呀，小将斯凯利表现极佳，所以许多阿森纳球迷现在都想看斯凯利能不能首发出战马竞。因为现在苏比门迪打首发呀，他的跑动能力、预判还有防守压迫都不太足，反而是斯凯利能够让对手感觉到一种侵略性，在场上无处不在。并且在明天之前，今天曼城打平这无疑是给阿森纳的将帅打了一剂强心针。英超联赛冠军已经手拿把抓，唾手可得，这也能让明天的阿森纳没有了后顾之忧，无疑在心理上会有一些领先优势。朋友们，最近在双红会老佛爷福格森看比赛的过程中出现了突发事故，被急救车送往了医院，但现在没有大碍，已经回到了家中休养。我们也希望老人家平平安安，尽快康复。好，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欢迎您订阅、点赞，也欢迎您评论、热推和分享。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咱们继续。今天曼城在比分3-1的时候，评论员卡拉格就说，比分3-1，你几乎就觉得比赛已经结束了，冠军也定了。因为现在领先的不是曼城，是埃弗顿，所以阿尔特塔现在应该要给莫耶斯开香槟了。去年底的时候我就反复说，今年的阿森纳实际上有点像1999年的曼联，他们是联赛和欧冠都志在必得。现在既然联赛冠军大概率可能会拿下，那么只要进入欧冠决赛，枪迷阿森纳兵工厂的球迷们就有了无限的想象力。现在他们是多赛1场，但领先曼城达到了5分，并且除了积分上的差距，而且4个净胜球的优势也没有被缩小。剩下3轮英超联赛枪手的对手阻力不大。而回到欧冠，从数据上来说，阿森纳此前10次欧冠的首回合客场只要不败，最终有8次能晋级，所以欧冠晋级决赛的概率似乎也达到了80%。而至于马竞，这一次他们到伦敦没有选择上一次输给阿森纳时下榻的酒店，这个原因跟西蒙尼的迷信习惯有关。每一次西蒙尼都不喜欢在输球之后在客场继续住上一次同一家酒店，而去年10月也是在伦敦，当时阿森纳主场是4-0狂胜了马竞。不过对这一点，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西蒙尼倒是不承认，他只是说现在我们换了的这家酒店更便宜，所以我们就换了。值得一提是，如果西蒙尼明天晋级，那么他将有望带领同一支球队3次打进欧冠决赛。在这个数据上，现在只有福格森和里皮比他更多。福格森爵士带领曼联有4次，里皮带领尤文也有4次。但有一点，此前马竞2次都是屈居亚军，
另外，这两个队之间的纠葛呀，还包括马竞的中锋阿尔瓦雷斯。现在阿森纳方面已经相信，只要他们能够报价1亿欧元，也就是8600万英镑，那么就已经足以在今年夏天从马竞签下阿尔瓦雷斯。不过球员自己呢，更倾向于留在西班牙并加盟巴塞罗那。这其中最关键的是阿尔瓦雷斯的经纪人胡安马洛佩斯，他跟巴塞罗那高层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在马竞内部也有很好的人脉。同时呢，这个经纪人也是奥尔莫的经纪人，也是胡安加西亚的经纪人，所以由他牵线搭桥，阿尔瓦雷斯转会巴塞罗那，今年夏天说不定真的会靠谱。好，我们说回今天的比赛，曼城是一度客场3-1落后埃弗顿。虽然首先打破僵局的仍然是曼城，上半场第43分钟，切尔基在禁区的右路带球，然后助攻多库兜射死角破门。可关键的时候，水晶宫中途加盟曼城的格伊送出了致命的回传，离谱的失误。他是压根没有看到自己旁边有一个对方的前锋把球轻轻松松的竟然就传给了对方的巴里，巴里拿球轻松推射破门，1-1扳平。这一下子就扭转了整个赛季的风向。短短5分钟后，趁着曼城的将士们还没缓过神来，利用角球，埃弗顿的奥布莱恩头球破门，2-1。下半场第81分钟，勒尔在右路带球衔枚疾走，然后助攻了巴里，梅开2度。这也是彻底的惊醒了曼城将士。2分钟后83分钟，科瓦切奇送出直塞，哈兰德轻巧的挑射破门，2-3。补时的第97分钟，多库带球内切，兜射死角，绝平3-3。这场球曼城的前场将士已经是尽了全力了，能进3个球。可是不知道格伊在搞什么，真的提起来让所有的曼城球迷有一种无力感。一脚轻巧的低级失误送走了夺冠的先手权，这一个球直接将对面埃弗顿的士气提升到顶点，属于帮对方放了个大招，史诗级别的失误，而且一个动作很可能就此给瓜迪奥拉的最后一个曼城赛季画下令人终生遗憾的句号。估计未来20年、30年，这一个镜头都可能载入英超史册，就让人想起过去利物浦杰拉德滑倒的那一个球。另外，同样是东窗投奔曼城而来的塞门约表现也平平。塞门约上半场还行，拿球总是有威胁，突破看起来很猛，但总的来说在场上的威胁进攻甚至不如科瓦切奇上来就能送一脚直塞。塞门约属于是球王的踢法，但是来了曼城又没有那样的战术地位。好在曼城有个多库关键的时候全靠多库用个人能力整整90分钟在 carry， 从开场到最后补时第97分钟，从对方的底线到自己本方的底线，最后3-3的比分确实有些对不起多库。他今天的预期进球只有 0.11， 但竟然能搞进去2个。目前坦白说，在左边锋的位置上，皇马维尼修斯是一个，曼城多库是一个，已经有些江湖上北乔峰南慕容的意思。另外，今天在第96分钟的49秒，多库打入了有统计以来曼城在英超第3晚的进球。即使梅开2度，即使当选了今天全场最佳球员，但多库最后满心的遗憾。他赛后说：现在心里确实很失落，赛季还有许多轮比赛没打，我们今天确实白白丢掉了2分，但我们会继续全力拼搏的，这既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支持我们的球迷。这一场没有拿到3分，其实包括老 K， 许多球迷都有这种感觉。当阿森纳连战连捷多赛2场的情况下，曼城就未必能够所有的比赛全胜，所以表面上看是埃弗顿队和曼城的问题，但实际上是阿森纳的连胜给了对手曼城巨大的心理压力。老 K 一再说，双方一共各有5场球，这就非常像最后的互射点球阶段，你如果连续进，我这边心理上就有些顶不住。反之，如果你踢丢1-2个球，那么后罚的这一方就会有巨大的心理优势。好在呢，今天曼城也创了一个记录，他们是自2012年以来首次在英超第82分钟仍然2球落后的情况下，最后却没有输球，所以这也就能彰显出瓜迪奥拉带曼城虽然拿了那么多冠军，但在绝平和逆转这2件事情上，还是比不了过去福格森时代的曼联。这一场没输，最后曼城已经连续18场英超不败，但还是苦涩的一分甚至可以说曼城多半已经丢掉了自己的联赛冠军梦。接下来就要看5月9日曼城对布伦特福德一战，然后枪手阿森纳最后的3场联赛都在伦敦，分别是客场打西汉姆联，主场打伯恩利，客场打水晶宫。而曼城除了布伦特福德之外，还有主场打水晶宫，客场打伯恩茅斯，主场打阿斯顿维拉。无疑曼城剩下来的比赛难度更大。
而后续阿森纳主场对阵伯恩利，其实基本没有悬念，稳拿3分问题不大。所以下一轮阿森纳拿下西汉姆联，夺冠大局就基本已经定了。好，随着曼城丢掉了争冠的主动权，另一场比赛，切尔西是1比3又输给了森林，遭遇了联赛的6连败。切尔西在自己的主场打出了一种兵败如山倒的感觉。开赛仅仅2分钟，巴夸在右路的传中，阿沃尼耶头锤破门。紧接着第15分钟，古斯托拉对方的球衣，直接在禁区内送了个点球。伊戈尔·热苏斯妥妥主罚点球命中，主场0比2落后森林。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在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切尔西的球员德里在禁区内头撞头撞上了森林的后卫，看起来是头部重伤，被担架直接抬出场外。小将德里造的这个点球，最后帕尔默去主罚，却被扑了出来。这一幕已经看得所有的蓝军球迷心如死灰。下半场噩梦还没有结束，吉布斯怀特在右路突破，得到皮球横传门前，阿沃尼包抄得手，完成双响，客场3比0领先切尔西。一直是到了比赛的补时第93分钟，库库雷利亚的头球摆渡，若昂佩德罗胸部停球之后精彩的倒钩破门，1比3。前几天森林队还在保级，但今天森林队大幅轮换，竟然用替补阵容在客场大胜切尔西，导致切尔西现在仅仅比森林队高了6分。说实话过去波特时期的切尔西都没有让球迷如此的绝望过。这一连串的6连败，当你作为蓝军球迷一场一场完整看完，那种如坠冰窟的感觉真的是从头凉到脚。现在唯一能够喊出来的就是青湖资本滚蛋。切尔西甚至妥妥的踢出来过去一段时间热刺的感觉，就像一场拙劣的模仿秀。上半场恩佐的组织疏离还显得有些别具一格，但到了下半场也被队友传染了，也不行了，都0比3落后了，这踢的什么球啊！所以英超的综艺节目棒从曼联手里传到了热刺，热刺现在换了帅，又把它交给了切尔西。比赛中转播镜头曾经给到现场观战的迪亚哥·席尔瓦，还有过去的切尔西教练，现在英格兰主帅图赫尔。可是再配上今天球场上这一幕，让人看了之后说不出的一种苦涩感。在主场竟然大败给一个降级区附近的球队的半替补阵容，反而让对面的森林队无心插柳柳成荫，拿到了各项赛事的连续10场不败。要知道森林队为了欧联的半决赛，现在打切尔西都是用的半替补轮换阵容啊，怎么攻守意识来得竟如此之快？本赛季在希腊船王的管理下，诺丁汉森林也是连续的遭遇换帅危机，一度也是降级的大热门。但现在来自狼队的葡萄牙主教练维托尔·佩雷拉，他来了之后还真就是只需要换一个主帅就能够拯救一支俱乐部。对了，今天在比赛中，切尔西的门将桑切斯还和森林队的中场吉布斯怀特头部相撞，当时就缠着绷带被换下。现在桑切斯必须由医疗团队对他进行脑震荡的间隔检查，必须要等待评估结果才能确认他的状态，后面才能不能参赛和训练。而吉布斯怀特的面部也是严重割伤，需要缝许多针。森林队那边也需要同样的流程测试，看他能不能参加周4欧联杯的半决赛次回合对阵阿斯顿维拉。这一场英超内战首回合，诺丁汉森林是握有1比0的优势。赛后头部相撞的2位大哥吉布斯怀特和桑切斯都分别在社交媒体晒出了自己受伤后的照片。桑切斯还写道：兄弟，看到你比我还惨，希望你没事兄弟。而另外今天出场后因头部受伤被换下的小将德里，他现在已经恢复清醒，也正在接受检查。在场内他是一度接受了长时间的治疗，还一度吸氧，目前作为预防措施已经被送往医院。好，那么状态低迷的切尔西自1993年以来首次尝到了英超的6连败。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在青湖资本的领导下，下一步怎么办？主教练又选谁？恩佐走不走？过去这种美国佬瞎搞的转会签约策略还要不要坚持？要不要改变？好在今天进球之后，切尔西是时隔2个月终于结束了5场进球荒。但是整个运势就像今天的比赛一样，踢了1场球，双方各有2名球员因伤下场。切尔西头顶上就像顶了一个摔子的摔神一样，走到哪儿你都得躲远点，要不然带着你一起倒霉。那么今天的比赛之后，过去知名的那个曼城球迷水平哥，这一次也这么快的遭遇了自己的回旋镖啊！可以看到他在看台上显然不敢相信今天发生的一切，只能一个人在看台上掩面神伤。所以赢了球喜欢嘲讽对手，输了咱就要认。
而瓜迪奥拉4月份表现那么猛，大概率是4月最佳主帅，于是今天也就笼罩在这个奖项的魔力阴影下。好，另一方面，现在皇马由于本赛季大概率4大皆空，所以整个更衣室也开始了内讧。首先，记者今天发出报道说，皇马的现状主教练阿韦罗亚和皇马更衣室之间已经严重脱节，99%的球员都对他感到不满，而且内部存在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足球的层面。要知道，这种情况在皇马这样的俱乐部并不常见，这也就反映出主教练和更衣室之间出现了令人非常担忧的脱节。而且球员和主帅现在的冲突还不是个别情况，而是普遍存在，包括沟通问题，包括主帅的权威问题，或者个人相处方式的问题。记者表示，现在都不知道是关系问题呢，还是阿韦罗亚和球员打交道的方式有问题。另外，由于在皇马战胜西班牙人的这一场比赛，当时姆巴佩有伤，所以恢复期间自行前往了意大利，引发巨大争议。虽然为了备战国家德比，姆巴佩现在已经驾车返回了皇马训练基地，但是他带着自己的新女友，西班牙的女演员埃斯特·艾博斯托当时出现在卡斯泰罗一家知名场所的照片，这在西班牙在马德里引发了巨大争议。阿斯报报道，在皇马客战西班牙人的赛前第12分钟，姆巴佩的休假才结束，才抵达马德里。这个情况在皇马队内引发了不满的情绪，并且记者爆出，皇马队内众人早就对他心生不满。而进入2026年以来，姆巴佩的进球数据也出现了明显下滑。首先，姆总他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球员，皇马签下他本来是希望成为球队的旗帜，而不是简单的得分手。在本周皇马遭遇伤兵满营联赛争冠形势极为严峻的情况下，大家本来都期待看到他低调的养伤，心系球队，全力的担当。可是带着女友远赴卡利亚里度假，这种行为拉开了姆巴佩和球队的情感的距离，让人难以服众。况且本赛季最近姆巴佩首发的比赛近7场仅有1场胜利，但皇马近7场没有姆巴佩的比赛却是6胜1负，这对比太明显。像知名主持人隆塞罗说的，现在维尼修斯在拼尽全力带着皇马取胜，而姆巴佩呢，他却不去训练，去度假。我们该给维尼修斯列队致敬。姆巴佩他根本不明白皇马球衣意味着什么。所以现在皇马更衣室的裂痕正在逐渐积累，这其中之一的紧张关系就跟姆巴佩的伤病管理直接相关。现在皇马落后巴萨14分，皇马必须要确保取胜来避免巴塞罗那提前夺冠。但皇马球迷都在讨论什么呢？大家都认为姆巴佩跟维尼修斯缺乏默契，非常类似当年的梅西和格列兹曼。但目前主席老佛爷仍然选择同时压住这两人。但最新的这一次度假风波导致姆巴佩的个人社交媒体被皇马大量的球迷涌入刷屏，要求他离开皇马。这一方面是源于姆巴佩在皇马比赛的关键时刻养伤恢复期间却和现女友在意大利共度周末，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本赛季皇马的战绩太低迷，极大概率就是个4大皆空的局面。另一方面，最近利雅得胜利在客场1比3输给了胡拜尔库迪西亚队，但最关键是比赛的第27分钟，C 罗在越位的位置接了一个直塞，但单刀面对门将却显得犹豫不决。最后是复刻了过去巴洛特里的思考人生的名场面，他扣球之后的射门被对方的门将和后卫化解。现在利雅得胜利多赛1轮领先5分，5月13日就将迎来对利雅得新月的直接对话。这场比赛的胜负很大程度上会决定本赛季的冠军归属。好了，这2天内马尔那边也不太平。据报道，他的队友小罗比尼奥指控遭到了内马尔的辱骂和攻击，已经向桑托斯队发送了庭外通知，要求俱乐部就上周日早晨训练时候发生的事件采取措施。文件中写道，18岁的小罗比尼奥在训练中心遭到了内马尔的辱骂和攻击，那么可能提前要解除合同。内马尔不仅是在训练中对他进行了冒犯性的辱骂，还随后对他做出了绊倒的动作，还用力地扇了他的脸。现在小罗比尼奥方面要求桑托斯队采取4项措施，启动内部调查，查清事件经过，并且提供训练的画面，然后说明俱乐部已经采取的措施。另外要安排会议讨论可能的解约事宜。根据相关说法，内马尔现在已经向小罗比尼奥道歉，而过去日常的相处中呢，他们2人有类似于教父的关系。这件事儿的起因听说是内马尔在训练中的一次回合中
被小罗比尼奥给过掉了，感到很恼火，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尊重。随后就要求小罗比尼奥你要收着点儿。可在内马尔提出不满之后，两人开始争论，并且出现推搡。就有人表示，确实看到内马尔掌过了这名年轻球员。当时内马尔的情绪非常激动。小罗比尼奥的爸爸大罗比尼奥其实可以算内马尔的师兄，内马尔和大罗比尼奥是同一个青训老师。那么这件事情最后会如何发展，咱们还要密切跟踪。好的，明天欧冠半决赛次回合一战定生死。感谢大家对足球的喜爱，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欢迎您订阅、点赞、分享、评论和热推。咱们明天再见。